这就是传说中的沈阳劳动公园。近年来，劳动公园内出现了一些跳舞的老年人，他们奇葩夸张的舞姿引起了网友的围观和嘲笑。有的大爷身上挂着大妈，有的大妈穿着暴露的服装，甚至还男女互动，做出一些不雅的动作，比如互撩或者过分亲近、窜天猴、钻裤裆等等。这些跳舞者被网友称为群魔乱舞，并在网络上广为传播，引发了许多的争议。今天是我在沈阳的第二天，我将去实地逛逛这传说中的劳动公园。我打了一个网约车，司机是一个40多岁的大哥。东北3省加上内蒙东部，共有1亿东北人，其中6000万都是野生的脱口秀和小品演员。幽默早已浸透他们的生活，随便开口聊个天都有很强的搞笑效果。我和司机大哥聊起了劳动公园的灵魂舞者。司机大哥说，低俗这个事儿不太好界定。电视上的时装表演，那女模特前面就是一小块布，屁股后头就是一根绳，尺度都这么大了，又没人说这是低俗。司机大哥的话可谓话糙理不糙。什么是低俗，什么是档次，什么是品味，其实都是被小部分人掌握了话语权，也就是所谓的专业人士和意见领袖。这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是被他们进行了人为的定义。司机大哥话中的一个字眼非常的简练，极其的具象，还有极强的搞笑效果，就像一个钢戳，在我的印象盖上了一个无法磨灭的印记。这个字眼就是一根绳，以至于在我的脑海中一跳出沈阳，紧接着就跳出一根绳。这就是劳动公园的大门口，里面传来阵阵鼓乐之声。劳动公园4个字采用了现代字体，底下还标注了英文。现在看颜值只能打5分，但是等到了晚上，字上的彩灯亮了起来，颜值就可以打到5.1分。公园对面的斑马线上停着2辆卖水果的车，一辆卖吊瓜，一辆卖香瓜。香瓜5块钱3斤，我也很心动。走进劳动公园，右边就是大场面，横幅上写的是劳动公园畅享朋友艺术团。看看这乐队的人员配备，歌唱演员的气势，我就知道他们的表演水平肯定不低。一曲罢了，精心打扮的女主持人上台，给大家报幕下一个节目。男女生2重唱，最美的歌献给妈妈，由刘先生、薛女士演唱，掌声欢迎。还是没有。谢谢发财掌声，愿你们永远快乐，永远健康。换一下带个粉一点。还是点，哎呦。不是我吹嘘，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，随机挑一个公园，把里面最高水平的表演人员送到广大的亚非拉地区，都可以吊打他们的民间队伍。这就是典型的物质文明基础决定精神文明基础。一个国家富裕后，它的文化体育紧接着就会爆发。
观看表演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伴奏的队伍中，铜管演奏人员数量达到了10几人之多，依次排开，规模之大，达到了喧宾夺主的地位。难道是拉来了一整个铜管培训班，又或者是最近红白喜事奏乐团的生意很清淡，大家都接不到什么活儿？艺术团的观众中，还有一个正在做直播的女主播。渐渐的，网络自媒体正在成为一个被公众认可的职业。我个人认为，这些自媒体从业人员不但给大家提供了更丰富的文化娱乐内容，还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发挥了舆论作用。大了说，甚至是推动了时代进步的巨轮，为人类大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我给出这么高的评价，是基于客观事实，而不是因为我自己也干自媒体。艺术团表演的旁边是一块体育锻炼的区域，踢毽子是东北人民喜闻乐见并积极参与的体育活动。如果奥运会能加入踢毽子的比赛，那相当于是给中国白送金牌。在这块区域，我发现了许多自制的锻炼设施，充分展现了民间智慧。比如这个高高的树杈上架着2根横梁，横梁上还套着一个电动自行车轮胎，可以想象，很多时候轮胎上应该都吊着一个东北大爷。左边较矮的树杈上裹了一个沙袋，当年靠勇武纵横乡里的小伙，如今拿上了退休金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但仍保留了爱练拳脚的习惯。这根横梁上穿了2条自行车内胎，形成了单杆双吊环的配置，还是弹性减震吊环。这位表情迷离的大爷身后，我还看到了一个由轮胎组成的杠铃，两边的配重还非常平衡。在这块野生的健身房，许多设施的使用强度都非常高，表面都已经磨秃噜皮了。如果这块人们的锻炼热情比较高，我建议当地政府可以多投放一些体育设施。这位身材壮硕的大爷，一身的肌肉，风采不减当年，脖子上的钢链向我传递的一个信号，就是不要老瞅他。万一大爷问我一句你瞅啥，就怕我心里一慌，原本想说没瞅啥，却习惯性的接上一句瞅你咋地。老实的讲，其实我来东北根本不怕跟人打架，就凭我这身板，在整个东北3省，谁要敢跟我对打，我敢保证3分钟之内对方乖乖跪下来给我按人中。我一醒马上就打开汽车之家。公园正中的道路上，跳交谊舞的老年朋友们数量庞大。我有一个小建议，就是尽量选择自己的老伴做舞伴，较为稳妥。一位穿着保安服的大爷戴着墨镜，单手骑着电动车驶过，另一只手里挽着一兜烧烤。来到走廊里，大爷吹着铜管。这边是一个完整的2人转表演团队，那二胡的大爷技艺精湛，脱了鞋躺在摩托车上演奏，轻松拿捏，稳如泰山。摩托车踏板上的冰红茶大概还剩下1/3。我在劳动公园大概的转了一圈，四处寻找视频里那些灵魂舞者的身影，但一无所获。广场后面响起了节奏紧凑的音乐声，我赶紧循着声音过去，发现是一个直播团队。主播看我用手机拍摄，问我是拍啥，我说是旅游的。主播问我来自哪里，我回答广州。于是主播送我一首歌曲，祝我在沈阳玩得愉快。祝你在沈阳玩得开心，玩得快乐啊！送给你。望着春天的一幅画，望着就是冰山是葡萄花，蓝蓝天空的轻轻的吧，花有你身下。望中也是不是你的家，朵朵白云人中下，一个个心中的九妹，你知道吗？是我心中的一幅画。九妹九妹，漂亮的妹妹，漂亮的妹妹，九妹九妹，头红的花蕾，头红的花蕾。旁边又是另一个直播团队，后面那位伴舞应该是一位热心观众吧。再转回公园大门附近，专业的唱响朋友艺术团演出结束了，大家开始收拾器材和物品。你方唱罢我方登场。
旁边一位女主播开始了舞蹈。们的长夜啊，多少等待和挣扎。梦中的黑骏马，向千里之外出发。马蹄哒哒哒，黄河水哗啦啦，让努力声电要发芽，让梦想结出最美的花。任大风不停刮，任大雨不停下，阻挡不了我的步伐。要踏遍人间海角天涯，踏遍人间海角天涯。我原以为她就只是一个舞蹈主播，没想到她还唱歌，水平也很高。最后，他还和坐在轮椅上的大爷开始了小品表演，搞笑，确实是搞笑。讲到后面尺度开始变大。你把你儿子领着，我就容易危险，他妈的让他妈的把我他妈当他妈嘎嘣了，人家咔咔。拉倒吧，我儿子是你呀！我这三岁小伙呢。你儿子3岁小伙啊？花蝴蝶酒。不要。咋的呢？说大了，我儿子才3岁，孩子董事长跟你扯鸡毛啊！花蝴蝶今年28，离婚3次，孩子仨还仨。拉倒吧，行不行？啊，仨孩子都跟男方了，那。我住在公园比较偏僻的一个角落，这里是孩子们的游乐园。湖边的柳树垂下万千柳条，湖水静谧。我的镜头里跳舞的人们活力充沛。卖李子的摊主应该说自家李子嘎嘎甜，但买李子的大爷尝了一口后表情复杂。我突然意识到我很喜欢东北。相较于许多南方省份，东北是一个底层文化很昌盛并且占据主流的地方。人们毫不抗拒地把原生的本土的东西拿上台面。水果摊的喇叭里都说着嘎嘎甜。很多人看来既土气又很别扭的2人转，街头说着老铁666的网络主播，是当下东北文化中的重要底色。我出生于南方农村，凭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机遇，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，终于成功地稳定在了底层。虽然生活在1线城市，但能让我感觉更自在的环境，仍然是这充满着底层市井气息的公园、夜市、城中村。我很多时候莫名地认为，像我们这种出生在最底层农村，长大后生活在城市的人，人生体验才是最完美的。乡村的、城市的、贫瘠的、丰富的、粗放的、精致的、痛苦的、快活的、自卑的、自傲的，我们都体验过了。而那些出生在优渥家庭的富二代，他们的人生体验是不完整的。这次的劳动公园之行没有拍摄到曾经的那些灵魂舞者，内心是怀有遗憾的。走出公园大门，发现我最爱的香瓜也收摊了。于是我带走了一丝惆怅，2个吊瓜和1斤李子。海中的孤舟要驶向理想的宫殿，劈开海浪的疯癫，笃定地向前。散落的我们穿越过春天和秋天，波动危险，新鲜，不停止改变。